悍马是世界上最硬核的越野车之一，凭借强悍的性能和军事风格闻名于世，甚至连拳王泰森都是他的主顾。开惯跑车的老杨这次也想尝试一下越野车，他从车商那里订了一辆悍马，这辆车装了6段艾里逊变速箱，能随时变换驱动模式，在高速公路行驶时可以调到后轮驱动，当你想漂移转圈时就可以选4轮驱动。虽然听着很厉害，但咱老杨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表现的还是很淡定。可没想到车商的人前脚刚走，后脚电脑公司的人提着电脑就来了。他们听说老杨有辆悍马后，就想买下来改造，外表风格做成硬汉军事风，内部要装上8台游戏机、4部笔记本电脑、4部台式电脑、2套大型游戏站和2套奥罗拉，品牌全选外星人的。虽然野马的空间很大，但我觉得要是装这么多设备，还是有点吃不消。还没等老杨同意，一行人就来到车子前规划位置。经过一番交谈后，他才彻底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。这些是外星人电脑公司的，要改一辆悍马参加漫展，如果改装成功的话，能大幅提高车厂知名度，所以老杨也是欣然接受。他的方案是这样的，把车头的固定架全部换掉，装上一套电脑设备，还有无障碍设计，在车顶装上定制的车顶架，用来搬运额外的设备。然后是车尾，他们会打造一个层架，放4部游戏专用的笔记本。接着是车厢内部，拆掉座椅后放置2套游戏机，前排副驾驶再来1台奥罗拉游戏机，最后车身要贴上哑光黑的膜，并印上外星人的标识。这个方案让他们很满意。不过漫展还有1个月就开始了，老杨需要抓紧时间，他召集员工布置任务，让所有人都把精力放在这辆车上，确保整个过程不会出错。第一步先从内饰开始，员工们测量内部数据，打算在里面做2个金属板做隔断。茂哥把大致形状画到纸上，然后将数据导入电脑，在上面增加一些外星人的元素。完成后，他来到水刀切割机前，只需要把数据导入，机器就能自动工作。这是厂里最贵的机器之一，价值50万美刀，能给他们节省很多时间。铁板完成后，茂哥把它装进车里，他对这个玩意儿很满意。这时一旁的老杨走了过来，看到铁板后表示很无语。你见过装了12台外星人电脑的悍马吗？第一步要把保险杠打开，前面装上1套电脑设备，然后车顶做成储物架，在空间最大的车尾能装4台笔记本，上面放一个增高支架，再装上4个显示器。车内拆掉后座和副驾驶，还能放下3台电脑。最后给车子贴上哑光黑的膜，一个大型移动网吧就算完成了。不过在改装内部时出现了小插曲，老杨觉得茂哥设计的铁板太难看了，就像背心一样，无奈茂哥只能拆掉重新设计，但他决定要换个方向，先搞定车头的无障碍模式。为此他专门请来了残疾人朋友，让他提出一些意见，对于上面的所有部件都要改成可调节高度的，这样能方便不同的人群使用。另一边的内饰部门，老杨正在交代细节。由于整辆车只有1个座椅，所以要突出外星人的品牌风格，缝合的线采用蓝绿色，上面也加上一些标志。只见设计师在皮革上画出大致形状，然后用胶水沾到塑料泡沫上，最后用缝纫机把各个部位缝合，底座就完成了。为了增加一些品牌元素，他打磨了一个外星人的标志，要镶嵌到靠背上。他在皮革上面打出凹槽，弄好后套到模型上，1个座椅就完成了。对于整个过程来说，刚才算是最简单的一步了，最难的其实是连接线路。整辆车有很多台电脑，如何把它们整合到一起是个难题。老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查德和达伦，但这俩人已经补刀了5天，没有取得任何进展。并不是他们不会，而是2人总觉得时间来得急，非要拖到最后一刻。2人表现的态度很不积极，甚至还玩起了纸牌游戏，把老杨急得想开除他们。他并没有与之翻脸，不过要是这次因为2人耽误了工期，那就只能和他们说再见了。又是几天过去，老杨来车间视察，发现竟然没有人在处理悍马。眼看马上到了交车时间，车子还是老样子，他把所有的员工叫过来，制定了新的计划。虽然老杨脸上还是挂着笑脸，但其实内心还是很不满意的。他并未表现出来，只是再次催促了员工。巨无霸悍马是世界上最强越野车之一，而这辆外星人悍马也是少之又少，上面搭载了12台外星人电脑，算是一个大型的移动网吧。尽管完成后的车子看起来很酷，可改装时却并不顺利。车厂的员工并不太配合老杨，经过他的再三催促，达伦才开始连接电脑线路。由于车上电脑太多，而这辆车还是越野车，所以底盘上的线路都要隐藏好。现在离交车还有不到4天时间，从外表上看，车子还是没有太大变化。无奈老杨只能让他们加班。查的正在测试网络，还有4个接口没处理好。其实整个车厂就查的一直在偷懒，可面对镜头，他竟然还指责其他人耽误进度，真不知道是怎么好意思的。经过几人的好一阵忙活，终于到了贴膜阶段，给全车贴上哑光黑的膜，是对体力和技术的一种考验。虽然这个过程很顺利，可难免会出现瑕疵，在一些拐角出现了气泡，
不处理的话会很不美观。小哥用刀把气泡扎破，然后注入强力胶水，一般情况下都能成功。时间在一天天的过去，目前还有一些零件没到货，所以只能先把其他的装饰完成。眼前的这些金属桶是老杨的想法，喷上蓝色会更加醒目，能让车子看起来更动感。在等待风干的时候，老杨过来视察工作。离交车时间不到4个小时，只有3个人在处理悍马，准时完工的希望非常渺茫。明天刚好还是周6周日，所以老杨让员工进行加班。查德正在往车上装电脑，达伦在连接线路，他们终于开始着急了。在他们赶工的同时，有人送来了一堆空弹药箱，老杨要把它们放在车顶做储物箱，让车子看起来更加硬核一点。现在全部人都在做最后的收尾，车子也终于准时完工了。这样的车子你喜欢吗？老杨把车子开到漫展，大家看到车子后很兴奋，全部坐上去开黑。外星人的电脑玩着应该很顺畅，不过更让我震惊的是，这辆车竟然能同时坐下这么多人。这次合作让双方都很满意，西海岸车厂的名声也得到了宣传。